据说有个倒霉鬼朝天上开枪，结果子弹落在自己头上，当场开洗。难道掉落的子弹还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吗？为了验证子弹落地时是否仍能杀人，留言组首先需要测试不同子弹垂直落地时的速度。一般的子弹垂直发射高度都超过了数千英尺，因此只要测试子弹的终端速度，而终端速度就是子弹在下落过程中重力与空气阻力达到平衡时的最大速度。为此，亚当打造了一个简易风洞装置，并在上面安装了风速计。只要将子弹放进管道，下面喷出的高速气流将给子弹一个向上的力。当子弹达到漂浮状态时，风速计测得的速度就等于子弹的终端速度。首先测试的是手枪子弹，当子弹保持平衡时，风速计显示时速为100英里。接下来测试的是步枪子弹，但由于两种子弹的重量几乎相同，所以它的终端速也在100英里左右，换算下来就是每秒150英尺。这样的速度看起来相当快，那它又是否真的能杀人呢？下面亚当用铝管和高压气泵制作了发射装置，并在前面安装了测速计。他们将用这个装置以每秒150英尺的速度分别发射两种子弹，以此来验证子弹在终端速度下的杀伤力。经过调试，两种子弹能分别以146和151英尺每秒的速度射出，已经非常接近子弹的终端速度。随后，亚当同二师兄借来新鲜脑袋，并向他垂直发射了手枪子弹。尽管已经超过了终端速度，但并没有对猪头造成任何伤害。紧接着，他们用步枪子弹进行了测试，这次子弹成功扎进了皮肤，而尸检结果却显示伤害并不大。根据医学资料显示，大多数类似事故的子弹并不是垂直掉落，因为仰角射出的子弹能稳定旋转，从而维持弹道飞行。那斜着发射的子弹下落时又能否对人造成致命伤害呢？下面留言组来到一处沙漠中心，因为这里方圆2英里都是广阔的湖床，为了保证实验的安全性，他们在周围用防弹玻璃搭建起安全屋。吉米将发射架调整至向上90度，而在实验前，他们需要对着地面射击，以此来对比不同子弹射入湖床的深度。通过一轮测试，吉米得到 BB 枪子弹的深度为3英寸，它是能对人造成伤害的最小威力，而手枪和步枪的深度分别为6英寸和1英尺。在得到杀伤力标准后，吉米用手枪对着天空连续发射了8发子弹。经过39秒后，听到子弹落地的声音，亚当在距离射击点330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弹坑，并且测得深度为2英寸。这种威力估计连皮肤都擦不破。接下来，他们又对步枪进行了测试。由于射击距离太高，吉米对射击角度进行调整，以此来平衡风速对子弹的影响。为了更容易找到弹坑，这次他们连续发射了40枚子弹，但还是没能在周围找到任何弹坑。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方式，用遥控气球从400英尺的高度丢下子弹，因为这个高度落下的子弹足以达到终端速度。这次步枪子弹又能射入湖床多深呢？随着一连串的落地声，两人很快找到弹坑并测得了深度，而结果却都是2英尺。所以，不管是手枪还是步枪，垂直射击落下的子弹并不会造成致命伤害。但真实情况很难保持垂直发射，一旦角度有所偏差，子弹就会沿着弹道飞行。如果被击中，就有可能会请全村人吃饭。据说有个倒霉鬼在铁轨上撒尿，没想到刚呲出来就被电身亡。难道电流能顺着尿道进入身体吗？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留言组决定还原整个现场，但没人愿意对着通电的铁轨撒尿，他们只能用乳胶制作一个会撒尿的假人，因为它的导电性和人体几乎一样。亚当将仿真骨架放入模具中，然后灌入融化的乳胶，周围放上冰块以加快凝固速度。接下来他们要给假人制作一个泌尿系统。为了得到人的撒尿速度，亚当拿着烧杯亲自进行了测试，并得出释放250毫升新鲜尿液需要18.5秒。随后将塑料杯打磨后装上阀门，就成了一个简易膀胱。虽然它的撒尿速度与亚当一致，但却显得多少有些尿无力。于是他们又给膀胱套上一个气球，并用嘴将气球吹大以提供撒尿的压力。这样做出来的尿路既不会分叉又尿的精准。为对比和真人撒尿的效果，亚当当场为科学献身。通过两者的比较，假人的尿柱甚至要比亚当的更加美观，但吉米却认为人体尿液并不会传导致人死亡的电流。经过测量，亚当的尿柱直径为1/4英寸。他们将同等尺寸的软管注满尿液进行测试，得到尿液的电阻为1万欧姆，而地铁的电压为650伏特。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得出，经过尿液的电流为65毫安。这种强度的电流足以让人当场开洗，所以尿液是能够传导足够致人死亡的电流。而接下来他们来到一处封闭铁路，在这里将进行撒尿触电实验，看对着带电的铁轨尿尿是否真的会触电身亡。但由于这里的铁轨没有通电，吉米将650伏的变压器接在一段铁轨上，而为了能让假人精准的尿在铁轨上，他们将假人调整至合适位置并穿上橡胶鞋子。如果流言为真，电流将从铁轨通过尿柱传至假人，当电流超过人能承受的安全值时，假人头上的继电器将会启动，从而将他击倒。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亚当和吉米站在了绝缘垫上，并打开了电路开关，然后拉下假人泌尿系统的阀门。只见假人尿得非常顺畅，但并没有出现被电倒的现象。亚当认为650伏特的电压并不能穿过橡胶鞋垫，于是他们将假人的鞋子淋湿，以此来模拟下雨天的效果。
重新给假人膀胱充气后，实验再次开始。虽然这次尿得很精准，但假人依然没有被电到。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他们脱掉假人的鞋子，让它直接与潮湿的地面相连。这次假人不但没有被电到，反而让周围的地面充满了电流。吉米立即关闭了电源，而通过对高速相机进行分析，原来尿液落下时并没有连在一起，导致电流无法导通。于是他们换上了更粗的尿管，并将假人与铁轨的距离缩短至3英寸，然后等地面干燥后重新布置了实验。这次又能否将假人电到呢？当亚当拉下泌尿系统的阀门后，假人瞬间向后倒下，显然电流通过尿柱进入到了人体，并产生了致命电击。所以奉劝各位，千万不要近距离对着铁轨撒尿，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触电身亡。最后灵魂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光荣事呢？据说如果电梯突然高处坠落，只要在着地前跳起来就能逃过一劫。这样的方法真的有用吗？为此，留言组租到了一家8层楼高的商务酒店，他们将在老板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电梯进行坠落测试，以此来验证留言中的方法是否可行。但打开门才发现电机里的铜丝被人当废品卖了，导致无法将电梯上升至楼顶。于是吉米将之前打造的电动装置搬了过来，将装置和电机转轴连接之后开始启动，1500磅的车厢就被成功拉到了92英尺的楼顶。亚当用安全绳将车厢固定，为保证电梯能顺利坠落，他们必须要破坏电梯上的安全系统。首先就是拆除这2个铁球，因为电梯在急速坠落的时候，铁球会向外张开，从而启动刹车。除此之外，还要解除连接车厢的平衡锤，因为它和电梯半载时的重量一样，能使电梯系统保持平衡，从而不会坠落井底。接下来，亚当在钢缆上安装了快速释放装置，实验时只要拔掉上面的插销，电梯就能以自由落体坠落。而由于没人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本次实验将用假人来模拟测试。为了让假人能像真人一样起跳，他们对吉米的跳跃进行了分析，得到最高起跳速度为每秒8英尺。然后用汽车弹簧打造了一个起跳装置，经过多次调试，只要将装置上的插销拔开，上面的假人就能以12.5英尺每秒的速度起跳。随后，假人被礼貌地请上了电梯，并安装在起跳装置上，他将跟随电梯从顶楼垂直坠落。亚当在电梯井的顶端与起跳装置之间绑上绳索，当电梯坠落至离地面6英尺时，绳索就会拔下起跳装置的插销，从而让假人在落地前一瞬间起跳。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亚当拉下了释放装置上的插销，只见电梯瞬间从92英尺的顶楼砸向井底，掀起的气爆足以让人窒息，而假人也在落地前成功起跳。如此大的撞击力下，假人又能否奇迹生还呢？当亚当打算抱起假人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碎成了零件。随后通过计算得出，电梯撞击地面的时速为53英里。虽然假人以2英里的时速起跳，但还是会以致命的51英里的时速撞击地面。显然，人的起跳速度并不能缓冲落地时的冲击力，所以当遇到电梯坠落时，并不能用这种方法保命。而电梯专家给出的建议是：I believe if I had presence of mind, I would probably try to lay myself down on the floor, assuming that I could get there, just to minimize the injury to my body.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床上蹦迪，结果不幸被上面的吊扇削掉了脑袋。难道吊扇真有这么恐怖吗？为了验证家用吊扇能否削掉脑袋，凯莉和同事来到楼下的五金店，精明的老板向他们推荐了利润最高的挂灯吊扇，但女孩们却看上了这种工业级吊扇，因为它不仅有强劲的动力，并且全金属的扇叶非常锋利，它将最有可能将人的脑袋削掉。但由于没人尝试充当志愿者，而为了让实验更加真实，托瑞只能在屠夫手中借来一根新鲜的猪脊椎来制作假人，并且在两侧绑上带有假血的乳胶软管，以此来模拟被割破颈动脉而产生血花飞溅的效果。接下来，他们在假人模具内涂上润滑剂，放入猪脊柱和假头骨后浇上组织替代胶，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假人替身就做好了。而实验时，假人将从扇叶的下方向上升起，看吊扇会对假人造成怎样的伤害。首先进行测试的是普通家用吊扇，吉米测试得出吊扇的速度为每小时26英里。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托瑞按下升降台的开关，但由于转速太快，扇叶刚接触假人额头就被逼停，不仅没有将头削掉，造成的伤害也只是轻微的皮外伤。于是他们决定改变实验方案，将假人固定在水平滑道上，让他以平移的方式靠近吊扇。然而实验还是失败了，虽然扇叶直接砍在了假人喉部，但他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反而把扇叶都撞断了。由此可见，一般的家用吊扇是无法将人头削掉的。那如果换上威力更大的工业级吊扇，又能否将人头削掉呢？装上去就能感觉它的力道有多强。经过测试，工业吊扇的转动时速达到了54英里，是普通家用风扇的2倍。那它又能否削掉人的脑袋呢？当托瑞启动升降机按钮，锋利的金属扇叶直接将假人的额头削掉。而经过检查，假人的头骨粉碎性骨折，或许这并不会致人立即死亡，但它一定会流鼻血。而接下来他们要让假人脖子以水平方式靠近，这次扇叶直接割断了假人的颈动脉，虽然没有让假人脑袋搬家，但造成的伤害绝对是致命的。为了实现留言中人头落地的效果，留言组决定用割草机打造一个超级吊扇。托瑞把上面的引擎取下，套在一个木质的外壳里，而佳丽则将钢板剪切成扇叶的形状，并用仪器定位好叶片的中心点。
然后将边缘打磨锋利，以便获得更大的杀伤力。将吊扇安装好后，托瑞在楼上启动了割草机。当假人接触到扇叶的一瞬间就被打飞出去，而通过慢镜头可以发现，扇叶直接砍进了假人的脖子，并随后进行了多次打击。虽然没能将脑袋砍下，但绝对可以当场开洗。所以家中有吊扇的人一定不要跳得太高。最后提醒大家，实验危险，切勿尝试。据说只要反应速度足够快，就能用牙齿接住射过来的子弹。美国就曾有过这样的真人挑战节目，主角不仅牢牢接住了子弹，并且毫发无伤。这究竟是影视效果还是真实存在呢？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留言组打算尝试体验整个过程。首先，他们需要测试人类牙齿能否承受子弹的冲击力，但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为此，格兰只能利用假牙进行模拟测试，让假牙以正常人最大的咬合力咬住子弹，然后用重锤对子弹施加开枪后相同的动能。如果假牙能够咬住子弹，就说明人类牙齿能够承受子弹的冲击力。经过测试，托瑞的最大咬合力为117牛顿，而子弹射出后的动能与50磅的铁锤从4英尺高落下的力道一样。道具准备好后，随后的实验可能会刷新你的认知。随着重锤的落下，虽然牙齿产生了裂纹，但子弹依然被死死咬住。难道人的牙齿真的能承受子弹的冲击力吗？所有人都对这个结论大吃一惊，但毕竟假牙的材质和真牙还是有区别。为了实验的严谨性，托瑞从屠夫手中借来一个新鲜猪头，他们打算用比人牙更相似的猪牙重新进行测试。再次释放重锤，这一次子弹直接飞了出去。由此可见，人类牙齿是无法承受子弹的冲击力，那人的牙齿又能否对发射的子弹做出及时的反应呢？接下来，他们对3人的反应速度进行了测试。为保证人员的安全，实验将用没有杀伤力的油漆弹从25英尺的距离射击。经过多次测试，即使反应最快的凯莉也没能抓住一颗子弹，而这种油漆弹的速度才只有真实子弹的1/3，所以人肯定是无法及时对射出的子弹做出反应的。但留言组偏偏不信邪，为了更好的还原留言场面，他们准备使用真枪进行实验，看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接住子弹。托瑞直接制作了一个钢制假牙，而格兰则打造了一个联动装置，将手枪和假牙分别固定在装置两端。当按下遥控开关，手枪扳机收到信号发射子弹，同时假牙的计数器开始倒计时。只要计算出子弹到假牙所需的时间，就能刚好咬住子弹。通过高速相机计算得出，从按下按钮到子弹飞到假牙所需的时间为82毫秒。接下来，他们来到了当地警局的靶场，在安全员的监督下，他们将在这里进行实弹测试。经过弹道校准之后，两人将假牙固定在子弹经过的线路上，一切准备就绪。格兰在防弹玻璃后按下了发射按钮，然而钢牙在子弹还没达到之前就已经咬合，即使延时已经精确到1/1000秒，但几次测试下来都没成功。子弹不是撞在钢牙上，就是钻进了咽喉。于是他们换上面积更大的钢板，也许这样就能咬住子弹。经过多次测试，最后终于成功咬住。然而打开钢板却发现子弹已经碎成了渣。接下来他们将假牙安装在联动装置上，随着一声枪响，假牙被崩得粉碎。所以不管是反应速度还是牙齿的强度，都不可能接住子弹。据说老旧热水器如果年久失修，就会像火箭一样冲破屋顶飞向太空。难道家家户户都有的热水器真的如此危险吗？因为一般的热水器都有2个安全装置：温度感应开关和压力释放阀。当水在加热的时候会生成水蒸气，而如果压力释放阀损坏，热水器里的压力就会迅速增大，从而发生剧烈爆炸，甚至一飞冲天。为了验证热水器是否会发生爆炸，留言组首先进行了小规模的实验。他们将一个6加仑大小的热水器加满水，并拆除上面的温度感应开关，然后将它放在防爆屋内通电测试，看在仅保留压力释放阀的条件下，热水器会不会发生爆炸。随着温度的增加，热水器里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在75摄氏度时，压力释放阀开始泄压，滚烫的热水混合蒸汽从阀门喷涌而出。但经常会有人误以为是在漏水，于是将阀门堵住，从而导致爆炸事故的发生。接下来他们将压力释放阀拆下，并换上了手动阀门，以防止事故发生。这样在完全没有保护的状态下，又会不会发生爆炸呢？然而测试开始后，由于实验出现失误，在温度和压力快速上升后又突然急速下降。为避免出现意外，吉米启动了手动阀门，喷射而出的高温水蒸气瞬间充满了防爆屋，这也让他们意识到防爆屋并不能保证实验的安全。于是两人决定将实验地点搬到了空军基地，在这里搭建好安全屋后，重复了第2次实验。这一次热水器又会不会发生爆炸呢？在加热20分钟后，强大的压力将热水器的底部撑破，但并没有发生想象中的爆炸。而6加仑的水变成9600加仑的蒸汽，足以让人皮开肉绽。虽然力量如此强大，但热水器却没有升空。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亚当决定增大热水器的容量。如果使用30加仑的热水器，又能否会爆炸升空呢？两人向其中注入24加仑水，因为这是水和水蒸气形成最大压力的完美比例。将所有安全装置破坏之后，两人躲进安全屋开始通电实验。当加热时间达到50分钟时，剧烈的爆炸吓得两人虎躯一震，只见热水器一飞冲天，直射云霄。而等它掉落的时候，已经是40秒之后了。
通过计算得知，24加仑水在爆炸的瞬间释放出24000加仑水蒸气，并且热水器被炸到了500英尺的高度。那如此大的冲击力又能否冲破屋顶呢？为此，两人决定在试验场地搭建一间房子，并且房子的建造完全遵循当地建筑标准。然后借来一个全新的52加仑热水器，它能满足一家4口使用。吉米再次拆下所有安全装置，以此来模拟年久失修的效果。将热水器放在房子中间后，实验再次开始。经过漫长的等待，在压力达到350磅每英寸时，突然一声巨响，房子被炸得4分5裂，热水器也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从爆炸的规模来看，一般的房子对热水器的爆炸毫无抵抗力，并且释放出来的蒸汽温度甚至达到了225摄氏度，这对于人体绝对是致命的。所以，如果你家的热水器出现了故障，一定要进行维修，不然就有可能带你遨游太空。